Hello， 朋友们，这期试驾视频是拍给刚毕业或者刚刚退休的您。如果您的预算够买比亚迪，但是又不想买比亚迪，还想在周末带着家人孩子一块来到这种风景优美的野外地区，那我隆重向您推荐今天的这辆哈弗2代大狗 Hi4 版。那在咱们正式开始夸之前啊，先说点大家喜闻乐见的。先说缺点，我这一路开下来啊，前排其实舒适性包括配置都不错，但唯独一点缺憾就是中控台这儿的 USB 充电口只给了一个，另外呢是有一个点烟器接口，但是还是不太方便。那到后排呢也同样是这个问题，在出风口的下面也只有一个 USB 充电口。比如说这次我们4个人一块出来，后排还得抢充电线，稍微有点麻烦。接下来看看后备箱啊，是不是我电车开多了？我挑的所有缺点可能都跟电有关。那后备箱呢很规整，底下还放了一些工具，像锚点、挂钩都有，但唯独缺少了一个12伏的点烟器接口。随车是送了一个放电的这么一个插排，放电的功率呢是最大3.3千瓦。但是啊，后备箱没有这个取电口呢，像我们要带一些车载的冰箱什么的，取电就不是很方便。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缺点说完了啊，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夸哈佛大狗这个名字和这个造型。经过这几年之后啊，我真的觉得越看越顺眼。我们这个配色呢，我管它叫秋天的柿子，它像不像那个黄澄澄的柿子啊？配上一点小绿叶这种感觉。那边呢还有一个灰色版本的配色，都很好看。尤其配上它车身侧面，包括前头这些塑料件，这种感觉特别像我们穿了一个登山鞋，很休闲。上班也能穿，周末去爬山也能穿，可乘可野。这本身也是大狗车型这么一个定位。大狗它的接近离去角呢，也适合让我们去行驶在一些比较野的路面，比如说像这种都是鹅卵石的，前接近角24，后边离去角30，比一般的城市 SUV 呢都更有优势。最小离地间隙呢是200毫米，车身高度相对来说比较克制，而且我特别喜欢有这种非常结实的行李架，像我就买了一个车顶帐篷。加上它之后的高度，总高度呢基本不会超过1.9米，这样的话你带着一个车顶帐，平时下地库啊什么的，一般问题都不大。接下来咱看一下2代大狗的内饰啊，大狗的内饰我从1代就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它这块这个矿泉水瓶水槽这个位置，通过一个小的绑带，正好这么一角度插在这儿，这儿还有一个特别厚实的把手。其实整个的风格啊，它虽然不带大梁，但是整个的风格是一个硬派越野车的这样一个感觉。包括像这儿裸露的这种铆钉的装饰，还有这种造型非常粗犷的出风口。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玩的朋友，那么坐上这辆车你会感觉非常的开心。这辆车本身就像一个特别会调动情绪的朋友，开着它出去你绝对不会皱眉头，坐在这里开在这些山路里，心情自然就好起来。屏幕呢比1代大狗也是更大了，而且它现在的操作条是放在了左侧，这样驾驶员呢在触手可及的位置，不用探身子就可以够到。像我那个高山呢，它这个屏幕的位置就太靠后了，而且是横置的，这样我每次去够的时候呢，都得探身子才能够到。现在这个设计我觉得是优化了，副驾的设计也是越野风味十足啊，尤其这块为开放的，这样呢放一些东西啊很好拿。另外这儿还可以当做一个临时的把手，当越野颠簸的时候可以扶在这里，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那最有意思呢是在这儿，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大狗的一个设计。在这个位置呢，它抠出这么一个空间，放置了一个呢随车的应急手电，而且还可以给它充电，很方便。这个灯呢也有多种模式，可以作为露营的照明灯，后边还有磁铁可以吸在金属上，它还有一个驱蚊灯的效果。据说驱蚊效果1.5米，充满电持续可用的时间差不多2个小时。当然我觉得如果再出下一代，如果能集成一个开瓶器平起的，这玩意儿就更好了。我不开大狗我都想买一个。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北京特别有名的一个露营风景区，叫白河湾。但是这块属于一个没有手机信号，而且对底盘稍微有一点点要求这么一个路段。其他的城市 SUV 呢不是不能来，但我估计您走那些碎石路的时候会提心吊胆的。我们这次开车这么远来到白河湾风景区一方面呢是为了看这个风景，我们体验它的越野能力，还有一方面就是看它长途的油耗，这也是我最关心的。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整个是105公里的一个行程，40%的高速加上30%的山路，剩下的都是城市拥堵。整体的油耗6.3升，然后电耗呢2.5。那我们出发的时候，它的剩余电量是89公里，现在还剩74。在强制保电模式下，它的保电能力呢是有了明显的优化。插混车评价它的油耗呢，我
我觉得主要看心态。如果我单说油耗，您会说你这加了电了；我要单说电耗，你说你这还6升油呢。但我们不妨这么想一下，那我们平时加电的钱呢，充电的费用，您就想，我们每次加油是不是加油站会说让我们买一个燃油宝？买它那个燃油宝其实没什么作用，但是看咱这个燃油宝加进去之后啊，加入了电流之后。这么大一个车，这么复杂的路况，才6点几升油，我觉得这在纯燃油车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刚才又进行了一个轻越路段的这么一尝试。先说底盘吧，它的底盘给我的感觉啊，它整体的车身的这个姿态就像一块魔芋，完整的一块魔芋块这种感觉。比北豆腐、南豆腐呢都更有韧性，也更瓷实、更稳。虽然说它在刚才那种山路啊，我们很快的速度去过弯，会感觉到有一些侧倾，但是整体呢还是柔韧，比那种有大梁的纯硬派越野车呢要好一点。那到了现在这种鹅卵石的碎石路，舒适度呢比城市 SUV 肯定是强很多，但是比坦克300这种带大梁的纯硬派越野车差了那么一丢丢，还是有所区别。另外，咱再说这套 Hi4 在我看来就像是一个万金油。或者说啊，就特别像老北京的那个麻酱，或者说南方的朋友您那捞汁儿，只要车型搭上这套系统，那什么车都香，怎么都好吃，动力感觉、行驶质感都有显著的提升。那它的档位相比原来那种单档的 DMI 更多，有2档高速，尤其我们大动力请求超车的时候，中间双离合变速箱那下衔接特别的痛快。如果您正在家吃面呢，我这么跟您形容，它的单档 DMI 呢，就像你从锅里挑面条，你挑，发现挑到头啊，我搁碗里费劲，这总是感觉有点抻着你的感觉。但是双档 DHT 呢，就是你挑到一半，感觉筷子啊行程用完了，你再拿一筷子，别人帮你再挑一下，唰，干净利落的就放碗里。这也是我觉得单档和双档在混动车上，尤其这种插混车最大的区别。明白了。对于哈弗2代大狗 Hi4 版啊，我们今天体验了能耗、底盘还有轻越野的性能，都很满意。现在唯一我们没有掌握的数据就是它的上市价格到底会定在什么区间，但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哈弗它的产品库啊，同级还有哈弗猛龙，还有哈弗枭龙、枭龙 Max 这些产品。那就像我之前说的啊，Hi4 这套系统就像老北京爱的麻酱啊，老广呢喜欢的捞汁儿。用这套系统蘸上什么车型，那滋味都是好吃的。这几个车之间的区别呢，可能在外形啊、配置上略有异同。那就像我们吃面一样，有人喜欢细的，有人宽的。Hi4 这套系统呢，确实让这个车更香了，而且加上它本身不错的轻越野能力，还有对外放电的能力，在这种地方我们要出去郊游呢，也更方便。油耗不错，还能对外放电，造型也酷，还能轻度越野，坐着舒服，周末还能来这种郊外玩。您觉得？2代哈弗大狗 Hi4 版这车怎么样？